美国试图加强对中国的遏制，是通过俄乌战争增加了信心，还是有一出戏要唱足？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刘小飞。根据路透社报道，美国正在考虑针对中国拟定一轮新的制裁方案，以阻止中国大陆武统台湾。同时呢，台湾当局也希望欧盟各国采取同样的行动，配合美国。台湾驻美国那个代表叫肖美琴嘛，本星期二在华盛顿接待了大概60名来自于各个州、各个国家的国会议员。据称呢，参与聚会的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成员这几十个人，今天呢要签署一份承诺书。根据承诺书，这些议员们要回去说服自己的政府，都学习美国制定政策来制裁中国大陆，号称是如果我们采取军事手段解决台湾问题，那么就让我们付出代价。至于说能不能说服政府，能不能让中国付出什么代价，那就看他们跟上帝的交情了。也许有些议员就是想从萧美琴和台湾那边捞点好处，恐怕都不见得真想做什么。而这件事儿呢，其实涉及到了很多方面的斗争。中美博弈是最基本的。最近俄乌战场动向应该是给了美国一些信心，让美国觉得可以通过继续对台提供非对称武器，由台军来消耗解放军。美国自己呢可以提供情报信息，但是不必直接出手。另外，还要继续利用俄乌战争加大中欧之间的冲突，特别是如果需要对中国进行经济制裁，美国要取得成果，就肯定不能单打独斗。不过这里边还有其他方向的较量，比如说美欧之间，因为中国可不是俄罗斯，对欧洲来说，俄罗斯是重要的能源来源，而中国对欧盟经济的影响力还要远远大于俄罗斯呢。根据俄方媒体报道，现在欧盟已经放弃了对俄罗斯天然气的限价措施。对付俄罗斯都没法协调一致，所以怎么可能团结起来制裁中国？而这次欧洲被战争消耗严重，不仅仅能源出了问题，还有很多资本跟企业外流，其中不少流入中国。那么这些向中国转移资本的企业也不希望欧盟制裁中国，让自己白跑一趟了。所以貌似美国人在这方面不会彻底没有收获，但是很可能得到的都是口头的收获。因为欧盟官员迄今为止一直回避就所谓人权问题对中国采取真正的制裁措施，只是喊得比较凶，所以美国对欧盟还是有些不满意的。那么现在美国还感觉作为欧元区经济引擎的德国对制裁中国表示的态度是非常谨慎，认为俄乌战争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德国看待与中国关系的方式和态度。那么第三个斗争领域就是美国内部的，和以前一样，美国议会里边那些议员们是继续玩情怀，白宫的官员们是要解决实际问题的，所以照例肯定是立场不同啊。眼下最大的较量就是台湾政策法能不能通过。提出台湾政策法的民主党的梅兰德斯，还有共和党的格雷厄姆，他们愿意带一群议员唱戏给选民听。但是如果这个法案通过了，那就等于要求美国政府放弃跟中国的一切外交基础。所以拜登现在也很忙，要求民主党内部集体抵制这个法案，避免过度刺激中国。你们议员要是管不住嘴，那美军还真的不想把腿迈出去呢。而美国总统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说，这个法案有些条款还行吧，但是有些内容令人担忧。这里边我们还可以回忆一下沙利文的背景，他在当总统国家安全顾问之前，可是一直主张要跟中国大陆做笔交易，把台湾出卖了得了。所以呢，也就不排除美国会玩一个老花招，就是政府会和议会做一个交换，通过对中国表达一些强硬态度，安抚一下国内势力，换取台湾政策法暂时不通过。因为制裁也好，表态也好，可以随时调整，一旦立法，那就真的不给自己留余地了。当然，我们自己不能够把希望寄托在台湾政策法立法失败上，我们肯定要做好充足的准备，包括战争，这样才让所谓的台湾关系法立起来。这样我们的准备越充分，美国那边要立这个法，心里才会越虚。